那每一部影片的开头前30秒，是不是都会有出现观众大量流失的情况？那是因为你没有使用正确的开场去抓住观众注意力。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教你如何为你的影片开场，去抓住观众注意力，让观众继续观看你的影片，提高影片的续看率。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频道，我是 Grayson。每周我都在这里分享社交媒体、网络创业以及个人品牌打造的内容。如果你也喜欢这些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我们都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 ，YouTube 影片也是一样。有研究表示，观众只给一部影片10秒到15秒的时间去考虑是否要继续观看这部影片，所以有一个好的影片开头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观看更长的时间，从而提高影片的表现。今天我就教你如何为你的影片正确的开场，防止你的影片在1分钟之内大量流失观众。这个方法适合于任何主题的频道。首先我来说一下大家常犯的错误，很多人的开头都是直接介绍自己，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影片内容的信息，所以一般他们的介绍就是 Hello， 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 记得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并且为这部影片点赞，我会每周分享影片。这样的开头就占据了影片的前20秒，你会认为有多少观众会有耐心的去看完这20秒？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续看率图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下跌，那就是因为你在开场的时候直接介绍自己，没有提及任何关于影片的信息，你的开头没有吸引到他们没有了解到影片的内容，所以很多没有耐心的观众就会直接离开你的影片。因为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看到你的影片，他们对于你这个人是不感兴趣的，他们只是为了你的信息而来，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办法得到信息，那么他们就会认为这部影片不是他们想要的，就会离开这部影片。第二个常犯的错误就是你花了很多的时间才去讲到重点，也就是说你为了你的核心内容做了很多的铺垫。例如你有一部影片是开箱一款相机的，你花了2分钟的时间去介绍这款相机品牌的历史，那么很多观众没有等到你开箱相机就直接关掉了影片。第三种常犯的错误就是在影片的一开头就放了10几秒、20几秒的开头动画。很多人认为如果在影片的开头就放入一个酷炫的开场动画，会让观众觉得惊艳，但其实这种效果恰恰是相反的。观众之所以会点进你的影片观看，就是被你的缩图和标题吸引进来的，他们对你的影片内容有所期待，然而当他们一开头就看到了20秒的开头动画，就会让他们感觉像看广告一样，他们没有马上得到他们想要的，就会关掉你的影片。所以你开头需要什么才能够改变这个情况？你的开头需要一个 hook， 就像一个钩子一样，勾住观众的兴趣点，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内容充满好奇，让他们想要看下去。就像我的这部影片一样，在影片的一开头，我给你展示出了2张图片。第一张图片就是在影片的开头30秒，续看率急剧下降的图片。另外一张图片就是在影片的一开头还保留着大量的观众的续看率图片。很多人现在的情况就是第一张图所代表的情况，他们想要获得第2张图所代表的效果，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点，然后再介绍我的频道，介绍我自己。如果我在影片的一开头就直接介绍我自己，介绍我的频道，相信你不会看到这里，你可能会一开始就感觉不感兴趣，就离开这部影片。因为我在影片的一开头就激发起你的好奇心，所以你才会看到这里。那么你需要怎么做才能够找到自己的 hook， 才能够抓住观众的兴趣点？如果你的影片类型跟我一样，你可以直接在影片的开头说出观众的痛点。例如我的这部影片，观众的痛点就是他们的影片一开头就有大量的观众流失，所以有这个痛点的观众就会产生共鸣，就会想要接下去看这部影片，去找到解决方法。或者你在影片的一开头就直接指出大部分人相信了一个理论，然后你说这个理论其实是错误的。例如有很多人认为不吃肉就能够达到瘦身的目的，你指出这个理论其实是错误的，那么很多之前相信这个理论的观众就会充满好奇，就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认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如果你是一个游戏频道，你的影片是关于一款游戏的，那么你就能够在影片的一开头放一些游戏的高光时刻，例如你获得了一款装备，你通过一个关卡，那么对这个游戏感到兴趣的观众就会好奇，因为他们会想知道你是如何获得这个装备的，你是如何通过这个关卡的。即使你是拍 vlog 影片，你也能够利用这个方法去抓住观众注意力。你可以把你整部影片最精彩的时刻，最能够抓住观众兴趣的时刻放到影片的开头，那么观众如果想要了解整个事情的发展情况，就会想要接下去观看。总的来说，你的影片的一开头不能是简单的介绍自己，你要抛出几句话去抓住观众兴趣，去激发起他们的好奇心。在他们犹豫是否要接着往下看的时候，你要抛出你的 hook， 去抓住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停留在你影片里。
使用这个技巧，你能够避免你影片的续看率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有急剧下降的情况。你可以马上运用这个技巧到你的下部影片里，这样你的观看时长就会有所增加。如果你还在努力的积累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这个方法对你一定有帮助。同时还有很多方法去帮助你积累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些影片。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我点个赞。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